亲爱的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很高兴跟大家再见了。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5月20日周二下午的3点38分。在520、521这两个充满寓意的日子里，正是因为有各位观众老爷，我才觉得倍感亲切。如果你没有对象，那么你有我这一个小助理。OK，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空投资讯分享环节。首先是今天大家早间应该是有在注册的这个火山的域名啊，那既然是免费注册的话，大家都不要踏空了。在这一个网页当中呢，点击一下右上角选择连接一下我们的钱包，那这里的钱包种类还是蛮多的，各位自取所需了。那这里我们等待一下授权，然后这边的话再进行一下签名啊。来到当前这个页面当中呢，就要开始输入自己的名字了。你希望你的域名的名字叫什么，任意输入都可以。当然越复杂的话，它的辨识度就会越低了。在这个方向上可以输入只要4个字母以上应该就可以了。我们这边点击一下，然后它这里显示就可以，然后我们继续点击到这一个红色的按钮，这边已经显示到成功。接着我们来到融资4900万的 Sahara SIWA 公开测试网。那么测试网的话结束之后呢，主网就会上线，预计在 Q3 季度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步骤。其实我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的话是非常不感冒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申请了3期的白名单，没有1期是中的，我就很纳闷，这真的有这么难中吗？那再说回这个，我们去领取对应的测试代币了。首先先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，这里支持的钱包种类 OKX 吧。我们这边先授权一下连接。那在这个方向上要跟你提前讲一下，我们在进行到申请测试代币的时候呢，它需要我们当前的主网 ETH 的主网当中至少持有 0.01 的 ETH。结合目前的币价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在25刀左右。那这边我们继续来到下一个步骤。这里呢，我们会来到对应的 dashboard 自己的个人板块啊，在这个方向上呢，需要先进行一下设置某些东西。好，我们这边先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，也是以 OKX 为例。那这里的话没关系啊，有时候我们点 OKX 它会弹出小狐狸，有时候点击小狐狸它会弹出 OKX。应对这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，点击一下管理拓展程序，然后不用的你就把它先暂时关闭呗，到时候用的时候再开启好了。那我们来到这一个页面，先将自己的头像啊、名字啊这些出生日期啊什么的全部都设置好，然后我们点击到一个创建。注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对应的主板页面啊。那目前是第一阶段，我们先选择到一个自己的状态栏这里，这个标签页啊。选择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去创建一个名字啊任意，然后对它的描述也是任意，无所谓。然后选择到一个创建，创建好了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内部添置到一个 AI 的资产。那在这里点击一下 Upload， 然后名字也是一样的，这边的话选择一下，然后语言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创建过，所以它会显示使用啊。这里要跟你讲明白一下。然后这里呢也是任意填写，这边上传的种类文件的话，支持到一个 CSV 啊，或者是 TXT。那我们这边的话以 TXT 吧，我随便上传的啊，这里没有任何的什么根据的，我就上传一个随便的文本，然后点击一下 Upload。这里呢，它会有一张那个 ERC721的 AI 资产需要去进行到一个交互啊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钱包呢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，这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要领取对应的测试代币啊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确认，在交易之前呢，一定要再三确认当前的测试网和我们扣除的测试代币是不是一致的。我们点击一下确认。这里呢，第3步就会显示到一个成功吧，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就好了。目前的话，这就是第一阶段所有能交互的内容啊，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。那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情况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消耗的测试代币是多少。还行，能够接受。我知道很多观众也很可能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，或者是刚入币圈没多久，在这里呢推荐大家提前注册一下交易所，像我们的币安、OKX 交易所，这些主流交易所呢将会对我们以后的加密生活铺砖添瓦。同时呢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的话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的优惠、独家的新人福利、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，赶紧注册起来吧。另外呢，在每一期视频的下方都放置了我们跟单交易所的跟单链接。
在这个方向上呢，你可以利用自己的闲置资金实现利滚利的收益，那么最大化自己的闲置收入。今天再给大家带来的话是 PHAROS 的测试网的脚本，一键脚本，就运行脚本之后的话，你是不需要任何进行操作的。那这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将脚本进行安装啊。那其实很简单，用到我们的 GitHub 就好了。GitHub 它在建立的时候不会对你本地电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因为它是建立在云服务端上的。这点我要跟你讲明白。很多观众也会说，我运行脚本会不会对我电脑造成什么影响呢？实际上不会啊。那这里我们来到 GitHub 的页面上，我引用的并不是雪糕战神的，当然他现在已经他刚发推了，我有看到他有一个一键脚本，也是关于这个 PHAROS 的，那我还是沿用老版本吧。它的新的版本的话也是不错的，各位观众也自行取舍。那这里的话是它的具体一个介绍，关注的时候不要关注错误啊。那这个是雪糕战神的本人。那我们来到对应的 GitHub 的页面上来去进行到一个一键部署。那在这个方向上呢，一定要使用到一个新的钱包，请注意啊，一定要使用新的钱包，因为它会把一个私钥填写在这一个我们部署的环境当中，所以还是至关重要的。那这里我们以沿用到指纹浏览器为主啊。那这里我们打开一个指纹浏览器的页面，在这方向上呢，先连接好自己的一个钱包。连接完成钱包之后呢，每天的领取测试代币一定要领取的，点击一下 Home 板块，然后这边的下方会有一个人机认证，认证好之后呢，会得到对应的测试代币。在这个方向上呢，我们还需要做一步，我们要先自行的进行到一个 swap， 将当前的测试代币一部分兑换成为这一个。那兑换多少为合适呢？我们给到它 0.1 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进行到一个 swap， 要提前要先做这一步啊，要跟你讲明白啊，提前要先做这一步。因为后续交互的时候是使用到这个测试代币来做交互的，那这个点击一下，然后我们确认，那等待它这一个处理当中吧，那应该是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开始一键脚本了。另外，我在这个方向上稍微补充一下，我们刚刚用这个代币兑换成为了这一个啊，那现在用这个代币再兑换成为 USDC 和 USDT，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是因为第一步的话要先去进行一下授权，也就是批准它的代币支出上限，这一步一定要做的，因为 GitHub 的话它没有办法反映到这一步。然后对应的，我们再用这个刚刚兑换的测试代币，然后再去兑换下 USDC 啊，或者是 USDT 这两个代币也要都去做一下 swap。这里的话是注意一下啊，指纹浏览器我创建了一个新的钱包，新的钱包助记词在这里账户详情，然后点击到这一个显示到私钥，将当前私钥复制一下，然后我们来到对应的 GitHub 当中，点击到一个新创建的 code， 这里啊点击，那这里的话就是引用它已经部署好的环境，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去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沿用它的脚本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这里我们等待它的加载，在加载的时候呢，我们直接跳过到前4步啊，直接运行第5步了。点击到复制，然后我们这边耐心等待一下。那它现在的话已经打开了，我们点击到一个粘贴，这边的话允许一下，然后不再询问，选择粘贴。那这里敲下回车，然后再进行到第2个命令，安装依赖啊。其实过程来说非常简单了，但有一些问题的话，我想在一边给你录过程的同时呢，一边跟你说一下这一个问题啊。然后第3个步骤，运行到一个脚本。这里的话会让我们输入钱包的私钥和对应的代理地址，然后输入空行结束啊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这一个了。在这个方向上的话，我私钥已经输入进去了，然后敲一下回车。代理的话其实很好理解，代理的话就是你当前的 IP， 如果你有多个 IP 的话，可以在这方向上输入一下你的代理地址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像我们这种单个的话，就直接敲一下回车就好了。然后它这里显示已添加钱包，然后使用代理。对吧？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再敲一下回车，它就开始运行了。运行的话，先一步是将我们的测试代币发送到其他的地址当中。在这里的话，也要跟你说明一点啊，它发送的所有的地址都是统一一个啊。
应该是同一个，还是有区别的哦？好像是有区别的，并且要跟你说明一下，它单次发送的测试代币的话是0.00001啊，所以你打开自己的账户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就是没什么变化？但实际上是有变化的啊，只是它那个发送的单次的测试代币太少了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然后这边我们再回转到当前的 GitHub 当中，它这里完成12个步骤的发送测试代币之后呢，将开始进行 swap。swap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要去兑换那个测试代币啊？是因为它要用那个测试代币来换其他的代币，所以一定要当前账户当中有那个测试代币。那我们这边耐心等待它这里啊，失败反正也没有关系啊。然后现在开始进行到兑换了 swap 了。那这边我们敲下回车，可能各位观众看的会更加清楚一点。这里啊，已经开始准备到交换了。那可能你也会注意到，这里有些失败了，有些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3、4都成功了，然后第一步和第二步失败了。这里的话，就是我们在视频中断的时候给大家添加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下 swap， 要先去进行一下代币的授权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当前账户的余额啊，那肯定是有减少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那同时这里的话 ，WPHRS 这个代币的话也是减少的。那总体来说的话，运行这一个的话有成功也有会失败，但是发送代币啊应该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，发送都是发生成功的。只是 swap 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当前你测试代币也不够了，对不对？每次单次只能领取0.2。那有可能是不够，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。另外呢，它这里的话全部都是自动化操作啊，然后将会在24小时之后呢再次运行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要保证这个页面一直处在活跃的状态下。我在这个页面上长话短说一下啊，你如果停留这个页面超过5分钟以上，它这个页面会自动关闭的哦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明天的话再次运行一下，这其实不影响你的任何操作的，真的。然后呢，包括你刷新啊，就是把这个页面关闭，然后重新在这里建一下那个新的 code 啊，也是可以再次运行一下命令的。其实不在乎24小时是不是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最后在完成所有操作之后呢，会开始倒计时。那我们说完这个的话，大家也有注意到，我今天是使用到了一个指纹浏览器，在做这个 PHIROS， 对吧？那意味着就是说，可能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多号，它并不像网上传的91次交互这么离谱。虽然是国人项目，但是预期还是有的。所以在这方向上呢，我更建议大家在这里呢多加几个账户，那无非就是将钱包多创建几个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多建几个新的页面而已，多建几个新的环境而已。那么好。说回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到这个命令层，就是这个 GitHub 当中。那我们刚刚是有一步是输入自己的私钥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那伴随我们多开环境之后呢，就会有不同的钱包，不同的钱包有对应不同的私钥。那你在一开始私钥输入的时候呢，你想要用比如说你有10个号。那你现在输入了1条私钥，对不对？那你还剩下9个。那当然我们不推荐一次性全部输完，你可以先输个5个左右，然后先试验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跑成功。这里我们输入完一个私钥之后呢，敲一下回车，然后再输入下一条私钥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这里要敲一下回车啊，因为单行代表一个账户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多账号进行到一个交互了。那这就是老版本啊，新版本的话我没有去做过，但估计差不多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